他们说沈小侯爷用500金买了个妻子，是京城最大的笑话。我苏艳欣，一个住建铺子的孤女，就是那个笑话本身。沈眼将我拽到他祖母面前时，眼底看不出什么情绪。您说只要是个女人就行。那好，就她。那夜，他一身酒气的捏着我的下巴，将明黄的圣旨摊在我面前。500两黄金陪我演一场夫妻，堵住那些人的嘴。我舔了舔干涩的唇，抢过笔，在沈眼的名字旁用力写下苏艳欣3个字。这笔买卖我接了。可我不知道这场交易里最先赔上真心的会是我自己，更不知道他那句说战死沙场的白月光会突然活生生的回来，用那样的眼神盯着我，笑着说该把我的位置还回来了。喜轿从侧门抬进镇北侯府时，连声像样的鞭炮都没有。我攥着怀里那张500两黄金兑成的银票，票角硌着心口，却又奇异的踏实。昨夜沈眼将圣旨拍在我面前的样子还在眼前晃。这位名满京城的小侯爷，那是眼底没有传闻中对白月光景晚照的情绪，只有一丝嘲弄。签不签？他指尖点着圣旨上空缺的新娘名讳处。签了，钱归你。3年后你拿钱走人，我得一纸和离书2清。我看了他很久，他生得极好，即便那样，眉目依旧如墨画染就，只是那层壳太厚，冻得人不敢靠近。京城贵女们做梦都想要的夫君，此刻却像件棘手的货物，被他自己处理，轻不了。我忽然笑了，抽过他手边的狼毫笔。小侯爷，买卖成交，但这3年里，在外人面前，你得给我该有的面子。他挑眉，似乎意外我的直白和胆量。自然。于是就有了今早这场荒唐婚礼。侯府太夫人沈眼的祖母坐在高堂上，脸色很不好看。我奉茶时，她枯瘦的手指捏着杯盏，抖得厉害，终究没接，只从鼻腔里哼出一声。满堂宾客眼神各异，好奇的、鄙夷的，等着看笑话的往我身上刮。沈眼却在这时慢条斯理的接过我手里的茶，自己仰头喝了，然后转身对着太夫人开口道：祖母，孙儿终于娶妻了，您可还满意？太夫人胸口起伏，旁边势力的嬷嬷赶紧替她顺气。那句娶谁都行是她自己撂下的，如今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。我垂下眼，藏起嘴角一丝极淡的弧度。这侯府的水比我想象的还浑，也好，浑水才好摸鱼，至少那500斤是真的。新婚夜没有喝金酒，没有红烛帐。沈眼一身酒气的靠在婚房门框上，月光将他挺拔的身影拉得老长。他没进来，我也没出去。2个被一纸圣旨和500黄金绑在一起的陌生人在寂静里站着，最终是他先动了，却不是走进来，而是转身离开，只丢下一句话：安分待着，缺什么找管家，其余不该想的别想。我听着他远去的脚步声，摸了摸怀里的银票，放心，只想钱。我低声自语，侯府的日子比预想的更难熬。太夫人当我是空气，下人们看菜下碟，我的3餐时常冷透。走出我那偏僻的听竹院，处处都能碰上或明或暗的打量和压低的说话声。一个打铁匠的女儿也配做侯夫人？秦将军若在天有灵，不知该多伤心。小侯爷碰都没碰过她吧？摆着看的。秦婉照这个名字像一道幽灵，无处不在。她是已故秦老将军的独女，16岁披甲上阵，19岁战死沙场，据说死状极惨，尸骨无存。沈眼为他曾当众立誓，终身不娶，成了京城流传最广的深情佳话。直到他街头随手拉了我，这佳话变成了笑话。我充耳不闻，每日只在听竹院里打磨我偷偷带来的几块铁胚，叮叮当当的声音能让我安心。铸铁炼剑是我苏家祖传的手艺，也是爹娘死后我安身立命的根本。直到那天，沈眼那个叫柳如茵的表妹带着几个手帕胶误闯了我的院子，他们看见我满手的黑灰和院角的火炉，用帕子掩住口鼻。哎呀，这什么味儿呀？侯府怎么成了打铁铺子了？表嫂，你这整日与这些铁疙瘩为伍，岂不是辱没了侯府门楣？要我说，有些山鸡就算飞上了枝头，也变不成凤凰，骨子里的低贱是改不掉的。我放下手里的锤子，抬头看向被簇拥在中间一身锦绣的柳如茵，她眼里的情绪几乎不加掩饰。我拍拍手上的灰，站起身，慢悠悠道：柳表妹说的是，就像有些人，就算披了一身锦绣，骨子里的东西也是藏不住的。柳如茵脸色一变，你骂谁？谁应就骂谁。我笑了笑，我这儿地方小，铁灰大，怕脏了几位小姐的衣裳，若无正事就请回吧。毕竟我顿了顿，看向他，整天在别人夫君的院子里转悠，传出去对表妹你的名声似乎也不太好听。你，柳如茵指着我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啊，我点头，一个寄居在侯府的表小姐。怎么，表妹是想让我这个正牌夫人给你行个礼？苏艳欣，柳如茵尖叫一声，扬手就要打过来，闹够了吗？一道威亚的带着凉意的声音插了进来，所有人一惊，回头看去，沈眼不知何时站在月洞门外，手里拎着个酒壶，神情惫懒，眼底却没什么温度。柳如茵瞬间变脸，眼眶一红，委屈万分的扑过去，表哥，你看他欺负我，他骂我，还说我想勾引你。沈眼侧身避开了他的触碰，目光却落在我身上，我坦然回视，脸上还沾着一点黑灰。他看了我几秒，忽然开口，对着柳如茵，语气平淡，他说错了吗？柳如茵呆在原地。还有，沈眼晃了晃酒壶，眼神掠过那几个噤若寒蝉的小姐，以后没事少来听竹院，我夫人脾气不好，下次可能就不是骂两句这么简单了。他说完，不再看任何人，拎着酒壶摇摇晃晃的走了。经过我身边时，那股清冽的酒香混着他身上特有的冷冽气息钻入鼻腔。柳如茵最终是哭着跑掉的，其他人也作鸟兽散，院子恢复了安静。我弯腰捡起锤子，准备继续干活。
苏燕心已经走到院门口的沈眼忽然停下，没回头。收拾一下今晚家宴。他顿了一下，穿体面点。晚宴设在侯府正厅，我到时沈眼已经在了，换了身暗绣云纹的墨蓝锦袍，衬得人愈发清俊挺拔。他正低头与坐在上首的太夫人说着什么，侧脸线条在灯光下显得有些冷硬。我的出现让厅内瞬间安静。太夫人撩起眼皮看我一眼，又漠然的垂下，其他旁支亲眷眼神各异。我走到沈眼身边的空位坐下，他正拿起酒杯，手腕一转，却将杯子递到了我面前。喝点果子露，暖身。他声音不高，却足以让周围人听清。我愣了愣，结果指尖相触，他手指微凉。整个宴席，沈眼话不多，但每次太夫人或旁人话里话外刺我时，他总会不咸不淡的接过去，或岔开话题，或干脆顶回去。他甚至夹了一筷子清淡的笋丝放在我碟子里，多吃点，你太瘦。我低头看着那筷子笋丝，心里某个角落微微动了一下。我知道他在做戏，给太夫人看，给所有想看我们笑话的人看。他在履行承诺，给我该有的体面。可当他微凉的手指偶尔碰到我的手背，当他身上淡淡的酒香和冷松气息笼罩过来，当他维护我时眼底那抹不容置疑的锐利，这戏未免做得太真，真到让我有一瞬间的恍惚。宴席过半，一个管事嬷嬷匆匆进来，在太夫人耳边低语几句。太夫人脸色蓦地一沉，目光如电射向沈眼。眼儿，你动了西郊别院的兵器库。他声音压着，还把里面那杆断枪送去了江作监修。厅内气氛骤冷，沈眼放下筷子，擦了擦嘴角，抬眼平静无波。是，那杆破军是父亲遗物，断了多年，孙儿觉得该修了。胡闹！太夫人手中佛珠重重磕在桌上，那是御赐之物，岂能随意交由外人？还是江作监那些？祖母，沈眼打断他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力量。江作监是大昭专司军械之地，汇聚天下良工，破军是战场杀器，本就该在那里重获新生。此事孙儿已禀明圣上，圣上准了。太夫人胸口起伏，死死瞪着他，最终冷哼一声，不再言语。我却心头一跳，破军，沈老侯爷的遗物，那杆传说中伴随老侯爷戎马半生，最后在战场上折断的长枪。我忽然想起前几天沈眼让人抬进听竹院一个长条木匣，说是些废旧铁器，让我看看有无用处。我打开看过，里面确实有些残破的刀剑，还有一杆断成两截、锈迹斑斑的长枪，枪身隐约有暗纹，但当时我没多想，难道就是那杆破军？沈眼为何要把它混在废铁里给我？试探？还是宴席在一种诡异的沉默中结束？回到听竹院，我立刻翻出那个木匣，捧出那两截断枪，就着灯光仔细查看枪身暗纹，又用手指丈量断口，看出什么了？沈眼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，他不知何时回来了，倚在门边，手里没拿酒壶，眼神清明的看着我。我心头微凛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抚摸着枪身。枪是好枪，陈铁打造，纹路是古战阵图，这断口像是被极沉重锋利的刃器以巧劲震断的。沈眼走近几步，目光落在我抚摸枪身的手指上，能修吗？我抬眸看他，江作监那么多大师傅，轮得到我？他们看过了。沈眼淡淡道，说接续不难，但接好后刃尽必损，再难复原当年激愤风采。他停顿，目光锁住我。那日你修好听竹院那把旧铁锁，手法很特别，苏家祖传的千叠断。我瞳孔微缩，他调查我，略知皮毛。我放下断枪，小侯爷想让我试试，敢吗？他反问。我迎上他的目光，忽然笑了，修好了有什么好处？沈眼似乎没料到我这么直接，怔了一下，眼底掠过一丝极淡的情绪，你想如何？听说江作监藏书阁里有前朝兵器图谱，我慢条斯理地说。沈眼深深看我一眼，修好破军，我让你进江作监藏书阁3日，成交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听竹院成了我的工房，我遣散了院里多余的下人，只留一个老实寡言的小丫头送饭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，从早响到晚。沈眼偶尔会来，有时是傍晚，带着一身外面的寒气，也不说话，就站在檐下，看我轮锤淬火，火星渐起，映亮他沉静的眉眼。那杆断枪破军被我小心清理了锈迹，断口重新熔炼锻打。苏家千叠断的法子是将铁料反复折叠，捶打1000次以上，去除杂质，让铁骨紧密如一体。接续断枪不仅要让新旧铁骨严丝合缝，更要让内骨劲贯通如一。这活极耗心，神气力。几天下来，我虎口震裂，手臂酸疼的抬不起来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对着接好的枪身皱眉，接是接上了，纹路也对上了，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，不够活。歇会儿，一只骨节分明的手将一盏温热的茶放在我手边的石台上。沈眼不知何时进来的，在我旁边的矮凳上坐下，很自然的拿起我放在一旁的护手布条，看了看我裂开的虎口，你倒是舍得下力气。他语气听不出什么，收了钱总要办好事。我端起茶喝了一口，是上好的云雾，回甘清甜。沈眼没接话，目光落在那杆出具雏形的长枪上，看了许久。阳光穿过院中竹叶，在他侧脸头下晃动的光影。我父亲，他忽然开口，声音很低，像在自语。他用这杆枪在雁门关外守了10年，最后1年关城被围，粮尽援绝，他带300亲兵突围求援，这杆枪就是那时候断的。我捧着茶盏静静听着，援兵到了，他也。沈眼顿了顿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枪断了，人也没回来。太夫人派人去寻，只找回这半截枪头，都说他是力战而捷，被敌将斩断枪身，力竭而亡。他伸出手，指尖轻轻触碰冰凉的枪身，动作近乎温柔，可我总觉得这断口不对。我心头微动，你怀疑老侯爷的死？
没有证据。沈眼收回手，眼神重新变得冷硬，只是怀疑。他站起身，你继续，需要什么材料直接找管家。走到门口，他又停下，没回头，手伤了就歇着，不急在这1-2天。他走了，那股淡淡的冷松气息似乎还留在院子里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又看看那杆枪，忽然明白缺的是什么了，是魂。一杆伴随主人征战多年、饮血无数的兵器，是有魂的。我的接续只补了形，还没换回他的魂。我放下茶盏，重新燃起炉火。这次我割破了自己的指尖，将几滴血滴入熔炼的特制接续铁水中。这不是苏家秘法记载的步骤，是爹当年喝醉后含糊提过的血迹，说有时铸剑师的诚心能让死铁复生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我想试试。3天后，破军彻底成型。我最后一次将它投入冷泉淬火，滋啦白气冲天而起，待雾气散尽，一杆乌沉沉、暗纹流动的长枪静卧水中。我伸手握住枪杆，一股奇异的温热感传来，仿佛有脉搏在轻微跳动。我持枪走到院中，试着撞了几下，枪身笔直，韧劲十足，挥动间破风声凛冽，暗纹在阳光下流转，竟隐隐有杀伐之气透出。成了，我收势而立，微微喘息，心底涌起难以言喻的满足。好枪！掌声响起，我转头看见沈眼站在院门处，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青色官袍、气质温润的年轻男子。沈眼快步走来，从我手中接过破军，他掂了掂，手腕一抖，挽了个漂亮的枪花，枪尖寒芒点点，嗡鸣不绝。他眼中爆发出惊人的光亮，看向我时，那光亮又化为一种深沉的审视。千叠段血技法，他问。我心头一紧，他知道一点土法子。我含糊道。沈眼没再追问，只是将枪郑重地交给身后的青衣男子。陆少剑，请看。那青衣男子接过，仔细查看，尤其在接续处摩挲良久，眼中异彩连连，巧夺天工，不是神乎其技。接续处浑然一体，尽力贯通无碍，甚至似乎更添了几分灵性。苏姑娘，不，沈夫人，你这手艺。他看向我，目光灼热。在下陆青瓷，现任江作监、少监，不知夫人可有意来江作监？监内正缺您这样的高手。我愣住了，看向沈眼，他冲我几不可察的点了点头，心突然跳得有点快。江作监，天下匠人心中的圣地。我压下激动，我可以吗？当然，陆青瓷笑道，夫人有此绝技，是江作监之幸。手续事宜，沈兄已替你打点过了，随时可以过来。沈眼替我打点好了，他早就计划好了。如何？沈眼走到我面前，低头看我，唇角似乎有极浅的弧度，这份酬劳可还满意？满意。我听见自己干巴巴的声音，那就好。他顿了顿，今晚一起用饭。那顿晚饭依旧在我的厅主院，菜是沈眼带来的，精致的食盒，几样清淡小菜，还有一盅热腾腾的鸡汤。我们相对而坐，安静的吃饭，气氛有些微妙，却不再是最初那种冰冷的尴尬。江作监不比其他地方，规矩多，人也杂。沈眼夹了块笋到我碗里，他好像记住我爱吃这个。陆青瓷为人正直，有事可以找他，但其他任何人、任何事多留个心眼。每日下职，我会让人去接你。好。吃完饭，他没像往常那样立刻离开，而是在院中石凳上坐了一会儿，月色很好，烛影婆娑。苏燕心，他忽然叫我的名字。谢谢你。他看着月亮，声音很轻，把破军修好。我看着他被月光勾勒的侧影，心里某个地方软了一下。收了钱的，我说。他转回头看着我，忽然笑了，不是那种冰冷或嘲讽的笑，是真正的带着一点点无奈和温度的笑意。你就不能不说钱？不能。我也笑了，见钱眼开是我的本性。他摇摇头，站起身，早点休息，明天我送你去江作监。江作监的日子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这里汇聚了无数奇思妙想和精湛技艺，我可以光明正大的研究各种矿石、图谱和顶尖的匠师交流。我的千叠断法引起了不小轰动，陆青瓷甚至专门为我设了一个小空间。我沉迷其中，几乎忘了时间。常常天色漆黑，才被沈眼派来的马车接回侯府。沈眼似乎也忙了起来，有时我回去，他已经歇下；有时他回来，我已睡熟。单厅主院的桌上总会留着一盏温热的汤水，或一碟精致的点心。我们像两个默契的室友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交集不多，却有种奇异的平和。直到那晚，我因为改良一张弩机图纸，在江作监熬到很晚，回府时已是深夜，还下起了雨。马车刚到府门口，就看见沈眼撑伞立在雨中，身边跟着两个焦急的小厮。怎么这么晚？他几步上前，将伞罩在我头上。他肩头湿了一片，显然等了有一会儿。图纸没画完，我有些心虚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将伞大部分倾向我，揽着我的肩，快步走进府门。他的手掌温热，隔着湿冷的衣物传来。回到厅主院，他催我去换干衣服，自己却站在外间，肩头的湿痕更深了。我换了衣服出来，见他还在，倒了杯热茶递过去，你也去换换吧，当心着凉。他接过茶，没喝，只是看着我。苏燕心，在江作监很开心。我点头，眼睛发亮，那里有很多我想学的东西。他沉默片刻，忽然道，那就好。顿了顿，又说，以后别熬这么晚，就算要熬，也提前让人回来说一声，知道了。他似乎还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将茶一饮而尽，放下杯子，睡吧。他转身要走，我却鬼使神差的叫住他，沈眼。他回头，谢谢你。我说，让我去江作监。他眸光闪了闪，最后只是嗯了一声，离开了。那夜之后，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改变？沈眼来听主院的次数多了些，有时是送些新奇的点心，
有时只是坐一会儿，问问我在江作间的见闻。我们的话依然不多，但沉默不再难熬。他还开始和我一起用早膳，尽管依旧食不言，但餐桌上不再只有碗筷碰撞的冰冷声响。侯府的下人们看我的眼神也渐渐变了，轻视少了，多了几分谨慎的恭敬。太夫人那边暂时没了动静，但我知道风暴只是暂时平息。柳如茵又来过一次，被沈琰撞见，冷冷一句滚出去，让她再没敢踏足听竹院。平静之下，暗流仍在涌动。那天从江作间回来，我在府中花园凉亭里撞见了太夫人和一个陌生的美丽女子。女子一身素雅，气质却明丽大方，正陪着太夫人说话，逗得太夫人难得露出笑容。看见我，太夫人笑容淡去，那女子却起身盈盈一礼，这位便是苏夫人吧？小女姓林，家祖父是督察院左都御史，常听太夫人提起夫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与众不同。她目光掠过我身上沾着的几点金属碎屑，笑意温婉，话却带着刺。我笑了笑，林小姐好，太夫人这里真是热闹，不像我那儿，除了铁疙瘩还是铁疙瘩。太夫人脸色一沉，林小姐却眼唇轻笑，夫人说笑了，夫人忙于正事是好事，只是她话锋一转，看向太夫人，语气亲昵，太夫人，您上次说衍哥哥身边缺个体几人伺候，我看小梅那丫头就不错，乖巧伶俐，不如不必了。沈琰的声音插了进来，他不知何时过来的，站在庭外石阶上，面色冷然。祖母、孙儿身边的事不劳您费心。他走进来，看也没看那位林小姐，径直走到我身边，很自然地拉起我的手，手怎么这么凉？回屋吧。他手心温热，将我微凉的手指完全包裹。我怔怔地被他拉着走，回头看见太夫人铁青的脸和林小姐瞬间僵硬的笑容。走出很远，他才松开手，以后离那个林小姐远点。他语气不太好，他是谁？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沈琰眉头拧着，祖母找来，想塞给我做妾的。妾？我脚步一顿，沈琰也停下来，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纳妾。为什么？我脱口而出，那位林小姐家世好，模样好，看起来也很会讨太夫人欢心。沈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忽然问，苏燕心，你希望我纳妾？我被他问得一愣，希望吗？好像并不。这个认知让我心头一慌。沈琰却忽然叹了口气，抬手揉了揉我的发顶，动作有些生涩，却莫名温柔。别胡思乱想，他说，我说过会给你体面，有我在，没人能逼你做你不愿意的事，包括给我纳妾。他说完，转身继续往前走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手心里似乎还残留着他掌心的温度。体面真的只是体面而已吗？那夜之后，我和沈琰之间有什么东西彻底不同了？他不再早出晚归，即便有事也会赶在晚膳前回来。我的叮嘱院成了他默认的落脚点。我们一起用饭，偶尔他会带来一壶好酒，与我小酌几杯。酒意微醺时，他会多说一些话，关于边关的风沙，关于军中的趣事，关于他早逝的父母，关于那个压在所有人头顶的名字秦婉照。提及他时，他眼中依旧有痛色，但更多的是沉重的疲惫和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。他性子烈，认定的是石头牛也拉不回。一次酒后，他望着窗外的月亮，声音低沉。当年他要上战场，我劝过拦过，没用。他总说秦家的女儿不能躲在男人身后。后来呢？我轻声问。后来沈琰闭上眼，他赢了也输了，赢了军功，输了命。他睁开眼，眼底一片冰封的清明。所以苏燕心，别学他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看着他，忽然很想问，那你为我谋划，让我进将作监，给我安身立命的本钱，是不是也怕我有朝一日会像秦婉照一样，什么都没留下就消失了？但我没问出口。我们开始同榻而眠。起初是初冬天寒，他染了风寒，渴得厉害，我将他硬拉进暖和的被窝，后来变成了习惯。他的体温很高，像个小火炉，总能驱散我手脚的冰凉。他会很自然地将我冰冷的脚丫夹在他温热的腿间，会在睡梦中无意识地揽住我的腰。我们之间依旧守着一道无形的线，谁也没有越过。但夜里相拥而眠的温暖，早晨醒来时鼻息交融的亲昵，像细密的蚕丝，无声地将我们缠绕在一起。我开始期待每天下职回府，开始留意他爱吃的菜式，开始在他晚归时留一盏灯。他将他的私库钥匙丢给我，说喜欢什么自己拿，反正以后也是你的。我拿着那把沉甸甸的黄铜钥匙，心里沉甸甸的，又胀得满满的。我知道我栽了，栽在这个用500金买下我，又一点点用温柔和尊重将我圈住的沈琰身上。闺蜜江婉一来探望我，看着我眼底藏不住的东西，开口道，苏燕心，你完蛋了，你这哪是赚了500金，你这是连本带利把自己都赔进去了。我捏着沈琰不知从哪给我打来的镶嵌着南海珍珠的金簪，笑了，赔就赔吧，他值得。我以为日子会这样平静又暗藏甜蜜的过下去，直到3年期满，或许我们之间能有个不一样的结局。直到那天，那是个阴沉的午后，我从江作监回来的早了些，刚进府门就察觉气氛不对，下人们神色匆匆，交头接耳，看见我眼神躲闪，我径直回了听主院。江婉意也在，脸色难看。怎么了？我问。江婉意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，最终叹了口气，指着窗外，你自己去花园看吧。我走到窗边，看向花园方向，远远的似乎有不少人聚在那里，隐约可见沈琰挺拔的身影，而他面前站着一个穿着青色劲装、身姿笔挺的女子，距离太远看不清面容，但那女子抬手拍了拍沈琰肩膀的动作无比熟稔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是谁？我的声音有些发干。江婉一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声音艰涩，秦婉照她没死，回来了。秦婉照，
这3个字像一道惊雷，炸响在我耳边。死了3年的人回来了。我猛地推开窗，想看得更清楚些。恰好那女子转过头，似乎朝我这个方向望了一眼。即便隔着距离，我也能感受到那道目光的锐利和一种冰冷的审视。沈眼也回过头，看见窗边的我，脸色微微一变。他对那女子说了句什么，便转身大步朝听竹院走来。我关上窗，坐回桌前，手指有些发冷。很快，沈眼推门进来，身上还带着外面的寒气。他眉头紧锁，眼神复杂的看着我。苏燕心，他没死。我打断他，声音平静的自己都意外。沈眼沉默了一下，点头，是。当年战场混乱，他重伤被俘，辗转流落，近日才寻机逃回。哦，我扯了扯嘴角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沈眼走过来，在我面前蹲下，握住我冰凉的手。阿星，你听我说，事情很复杂，他回来牵扯很多旧事，我需要时间处理。处理？我看着他，处理他，还是处理我？沈眼眼中闪过一丝情绪。别说傻话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明媒正娶，圣旨为凭。那你和他呢？我逼问，当年你们，当年是当年。沈眼打断我，握紧我的手，现在你才是我的妻子，给我点时间好吗？等我处理完这些事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他的眼神里有焦急，有恳求，也有我看不懂的沉重。我抽回手，好，我等你。沈眼似乎松了口气，起身道，我有些事必须立刻去办，晚点回来找你。他顿了顿，别乱想，等我。他匆匆走了，我坐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江婉意担忧地看着我，阿星，我没事。我听见自己说，他说等他，我就等。可我心里知道，有什么东西已经碎了。沈眼没有晚点回来，他彻夜未归。第2天、第3天，他像消失了一样。侯府里流言四起，说小侯爷整日陪着失而复得的秦将军，旧情复燃。太夫人派人送来口信，让我识大体，主动让位。那位林小姐还有柳如英，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怜悯和嘲弄，连将座间的同僚看我的目光都带着同情。陆青瓷送我回府时，委婉地提醒我，苏主簿，有些事或许早做打算为好。我谢过他的好意，心却一点点沉入冰窟。第7天夜里，我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看着桌上那只珍珠金簪。沈眼，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吗？江婉一推门进来，将一封信拍在桌上，秦婉照派人送来的。我展开信，字迹娟秀有力，言辞恳切，大意是他与沈眼青梅竹马，情深意重，当年分离是不得已，如今他历尽艰险归来，希望我能成全，他会补偿我，给我足够下半生无忧的银钱。我笑了，将信扔进炭盆，火苗腾起，吞噬了那些字句。婉意，我看着跳动的火焰，帮我个忙。你说，我要离开京城。我走得很低调，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那500金换成的银票。江婉意红着眼睛送我出城，真想好了，不等他了，不等了。我看着城门，再等下去，我怕我会变得不像自己。我讨厌这种患得患失、猜忌等待的感觉，更讨厌那个因为沈眼而变得软弱的自己。秦婉照回来了，沈眼的选择已经很明显，那场始于交易的婚姻也该结束了，至少我保住了那500金和最后的尊严。马车驶出京城，天地开阔，我却感觉不到丝毫轻松，心口的位置空落落地疼。我以为能潇洒离开，却在离开后才明白，有些东西早已深入骨髓。走了不到半日，马车被拦下了，拦路的不是沈眼，是秦婉照。他骑在马上，一身黑衣，身后跟着10几个蒙面人。他看着我的眼神不再有信中的恳切，只有冰冷的杀意和扭曲的嫉恨。苏燕心，他冷笑，拿了钱还不乖乖滚蛋，非要我亲自送你一程。我心头一凛，秦将军这是何意？沈眼知道你来吗？沈眼，秦婉照大笑，他正在宫里为怎么安置我这个功臣焦头烂额呢。等他想起你，你早就成了一具枯骨，一个低贱的江户之女也配占着侯夫人的位置。沈眼只能是我的，杀了你，他就彻底死心了。他挥手抓住他，我要亲手解决了他。蒙面人一拥而上，我拔出藏在靴筒里的短笔抵抗，但我那点功夫在专业的杀手面前不堪一击。很快，肩胛骨就被一枚飞镖击中，剧痛传来，紧接着是马软，镖上有毒。视线开始模糊，我拼尽最后力气拉响了江婉意给我的求救信号。尖笑声划破天空，朦胧中我听见急促的马蹄声，听见秦婉照气急败坏的尖叫，听见一个撕心裂肺的声音在喊我的名字，苏燕心，是沈眼。我想回应，却陷入无边的黑暗。再醒来时，是在颠簸的马车上，我被紧紧抱在一个温暖坚实的怀抱里，浓郁的血腥味和熟悉的冷松气息交织。我费力地睁开眼，对上沈眼通红的双眼，他下巴上冒出清茶，脸上有未干的血迹。沈眼，我声音嘶哑，别说话。他抱紧我，声音发颤，没事了，我们回家。他的怀抱那么紧，那么用力，像是怕一松手我就会消失。秦婉照，他死了。沈眼的声音冰冷刺骨，或者说他早就该死了。我一怔。沈眼低头，用脸颊蹭了蹭我冰凉的额头，语气是前所未有的疲惫和痛楚。阿星，对不起，我该早点告诉你，秦婉照不是简单的死而复生，他是楚国细作网抛出来的棋子，一个被洗脑、被利用的人，也是一个疯狂的背叛者。细作，棋子，我震惊地看着他。3年前他战死就是计划的一部分，楚国需要一个人打入大招高层传递消息，秦家满门忠烈，他是最好的人选。他们用某种方法控制了他，让他死在战场上，又以战俘逃脱的身份回来。我早就怀疑，一直在查。他突然回来，我不得不虚与委蛇，配合朝廷布网，想调出他背后更大的鱼。
我怕你知道有危险，不敢明说，只能让你等。可我没想到他这么疯，这么快就对你下手，更没想到你会走。沈眼的声音哽住了，他将脸埋在我颈窝，滚烫的液体灼伤了我的皮肤。苏燕心，你别走，别离开我。我听着他破碎的告白，感受着他的颤抖，心口那空落落的地方被酸楚和钝痛填满。原来不是不要我，原来他在背负那么沉重的秘密，我没走成。我哑声道，抬手轻轻碰了碰他扎人的下巴。他猛地抬头，眼底迸发出惊人的光亮，像是濒死的人抓住浮木。对，你没走成。他收紧手臂，一字一句像誓言，以后也走不成了。苏燕心，这辈子你都别想离开我身边。他吻了下来，带着血腥味和咸涩的泪，滚烫而珍重。我们回到了侯府，但不是以前的侯府。太夫人因某些罪名被沈衍送上家庙，静养终生不得出，侯府彻底由沈衍掌控。我的伤在精心照料下慢慢好转，沈衍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我，我要擦身，亲力亲为，夜里一定要紧紧抱着我才能入睡，稍有动静就会惊醒，确认我在身边。他变得有些患得患失，又异常粘人。直到我伤愈那天，他将我带到书房，拿出2个明黄的卷轴，打开看看。他说，我疑惑地打开第一个，是圣旨，嘉奖沈衍破获细作网络有功，特赐其夫人苏氏3品诰命。我愣住了。打开第2个，还是圣旨，表彰江作监主簿苏燕心改良军械，修复鸣枪破军之功，擢升其为江作监丞，正6品。我握着2份圣旨，手指微微发抖。我说过，沈衍抱住我，下巴抵在我发顶，声音温柔而坚定，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，地位、尊重、施展才华的天地，还有我全部的爱。苏燕心，你不是我用500金买来的妻子，你是我沈衍3书6礼，明媒正娶，圣旨赐婚，生死与共的夫人。那些钱不是买你3年，是买你一辈子。他转过我的身子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眼底是星辰大海，只倒映着我一个人的身影。现在你愿意把一辈子卖给我吗？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曾经冰冷疏离，如今却将整颗心都捧到我面前的男人，眼泪毫无预兆的滚落。我扑进他怀里，用力点头，愿意。沈衍，这次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一辈子少1天1个时辰都不行。他低笑，吻去我的泪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窗外冰雪消融，春意初绽，我的春天终于来了。